同安阿星小课堂来了啊，教大家学说闽南话。这个福建地瓜腔是怎么发音的？都在这写着的。先来点简单的闽南话一级，比如说我爱你啊，这一看就是我爱你啊。赚大钱啊，就挣大钱啊。欢喜就是欢喜。你好啊，你好就是你好，这是一级的。然后二级是啥呢？比如说卖勾贡啊，这啥意思？就是别再说啊。还有这个青菜啦是啥？就是随便啦，青菜啦。这派赛这又是啥意思呢？这派赛啊，就是不好意思啊。这虾米呢啊，就是什么？三级难度来了啊，比如这个哇咖喱贡，就是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。日头恰炎炎啊，就是太阳热得很。还有这个稳动，稳动就是确定的意思啊，这是三级啊。最高难度四级来了，斗阵来乞讨。斗阵来乞讨，这一听这名字，感觉像个饮品是吧？啊，啥意思呢？就是一起来玩啊，斗阵来乞讨。然后还有这个水当当，这更迷糊了。这水当当这更像个饮品，是不是？啊，水当当就是漂亮的意思。比如说形容啊一个女人很漂亮啊，就是水当当啊，或者形容一个小孩很可爱很漂亮，就是水当当。再比如说这个厦门很漂亮，哎，有首歌这么唱的：爱门爱门水当当，爱门水当当。行了，现在你就可以去考试了，四级稳过啊！这个考试地点呢就在妈祖庙。我现在在福建厦门的同安区啊，这个同安区啊有很多美食，因为这是个老区。这儿的人一大早吃啥呢？吃一个重口味的，叫大肠血。你看，我现在在一家老店啊，这个叫凤岗大肠国。这个凤岗它是一个村子，你看周围这环境，这是个小村子。然后这个大肠呢就是大肠血，它这国是啥？我估计啊，这老板可能是叫阿国，这翻译过来就是啊，开在凤岗村卖大肠血的阿国。这早上你看这人挺多，来咱也排队。还没进门啊，就有这种肠子的味道。就在那儿捡呢，他在这儿。一碗钱。我今天可以啥？一碗大肠血，再加一碗饭。哎，对，多少钱28块。28，好嘞。来这儿你不用选择，就两个产品，一个咸饭，一个这个。哎呀，找地方坐啊！这生意真好，这就是一个套餐啊，饭配个汤。这个大肠血呢，这一份是22，然后这个饭就是6块。大肠血啊，这就是大肠，然后这就是血。你看，其实啊，就是灌的血肠。然后这儿呢还有一些肠头，这个肠头你看感觉特别有质感啊，上面是一些小芹菜。他家这个最主要就是撒了很多这个胡椒粉。哇，哎呀，这个白胡椒粉啊，这个味儿真足，给的量也很多，满满一勺子这个胡椒粉。这个汤整体的味道特别的浓，很鲜，它是猪棒骨还有这个肥肠啊熬出来的这肥肠汤啊。里边的血非常滑嫩，但是它这个肠子煮的不是特别的烂，很有咬头，你嚼起来了，要使劲嚼，使劲嚼，使劲嚼。
多嚼几下才能嚼烂。然后还有肠头，这个肠头啊，估计就更根揪，非常弹，Q弹弹，就是很鲜美的味道，就肥肠汤的这种鲜味儿，里头这个血又嫩。这口下去啊，太舒服了。就它这个汤，我跟你说，早上你要没睡醒啊，这一勺子汤下去直接就醒了。你看这个血上面有很多细细的孔，它吸了很多这个汤汁，也特别的有味道，特别嫩。其实这种大肠血或者说是血肠，有很多地方都有。这个东西啊，让我想起来这东北的灌血肠。东北啊，它是要蘸点什么啊，这个蒜呀、蒜泥这些东西吃，人家这个就是一个汤。哎呀，这块儿汤呢要配个干，这个干呢就是咸饭。这个咸饭你看这里头有青菜、有虾干，还有香菇。它这个咸饭是做好的，就在这个电饭煲里头。然后你谁要他就给你现舀啊，怕凉了啊。这虾干你看还挺大的，这一勺子下去啥都有。你看它这个东西啊，就特别的快，你往那一站，1分钟就给你做好了，就是个快餐。有肉，然后有饭有汤，都舒服。来到同安有很多美食和小吃，但是有一样你一定不能错过，也是同安最有名的啊地标产品了，就是同安风肉。看这家光头风肉，这是风肉是吧？对。哦呦，好香啊！香。哇，在这个卤锅里头，咕嘟咕嘟咕嘟，特别的香。这外边是纱布是吧？封肉是不是就是封起来，所以叫封肉？可以这样理解。哦，拿这个纱布封起来。对，可以这样子理解。这里头还有还有馅儿的，香菇、板栗、虾仁。哦，还有虾仁。我听说除了封肉，还有封蹄是吧？这个是金蹄。啊，这个蹄。啊，我就看这个个头大点，这个小点。对，金蹄2斤，封肉1斤。哦，错了一半了哈，金蹄是2斤。啊，谢谢您。太讲究了，这直接就是给你烫好了，热气冒着热气，省得自己烫了。我拿个笔啊。啊，成。哎呦，这点菜有意思，看大屏幕，这不是屏幕，是一个墙啊。风肉1份，然后那个海菜包是吧？紫菜海蛎吧，说的是。啊，对，这个。啊，可以。紫菜包。啊，可以。啊，再来一个炸醋肉。啊，行。闽南醋肉，对。然后再搞一个那个清炒丝瓜，有吧？丝瓜的话，现在不是季节，我讲真话。有啥绿菜推荐？要不然的话就时蔬给你安排一个。您看一下，那个生菜啊，或者是上海青。我来这个。可以，油菜哈。啊，油菜。好。简单4个菜，尝一尝同安的这个特色美食啊！哇，你看这个风肉，
这可是一整块，你看这个皮，你看着这个感觉啊，特别的治愈。你看这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先给它弄开，你看烂乎不烂乎？这一勺子插下去，你看这，哎呀，这里头是板栗、虾仁儿，还有香菇，大块的香菇。它整个的感觉啊，让我想起来就是红白喜事上用大肘子，或者是龙江猪脚饭那个猪脚，但是封起来里边有馅儿，这种做法我还是头回见啊。封肉，为啥叫封肉？就拿那个纱布封起来，这一口下去还不得香晕过去？哎呦，我就说看见这个我都不太敢吃，我就怕香晕过去。这一口下去，后边菜别吃了。我的妈呀，又咸又香，关键是它里头还有微微的一些香菇啊、虾仁啊这些很鲜的味道，很咸，绝对是个下饭菜啊！哎呀，这一片子肥肉皮下去，我得赶紧来点米饭，这不敢这么吃。哎呀，好吃，真好吃。确实感觉就像那个龙江猪脚饭一样，但是比那个龙江猪脚饭味道更细腻一点。来这块有肥有瘦，再把这个皮盖上去。哎，最主要啥嘞？最主要就是先来点这个汤。我跟你讲，咱就别说这个肉啊，就这个汤，我跟你说都能把这一盆米饭下去。这个感觉要吃起来还有点像啥呢？像陕西的这个腊汁肉夹馍那个感觉。哎呀，要亲命了，真香，真好吃。把这个皮再裹个汤，谁懂？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？哇，这太香了。哇，要亲命了。一定再来个这个香菇，哇，这个香菇的味道，因为它是封起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味道也没有散掉，你还能吃到香菇很香的这个味儿。为啥点这个青菜？一般情况下，咱点4个菜或者5个菜啊，我都很少点青菜啊，不能浪费一个名额，是吧？就因为这个太腻了，这咱得点个青菜，怕吃了上头。上面是炸的葱油，然后里头有海蛎，哇，这一勺子下去，你看这紫菜，要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啊！这福建当地的紫菜啊，也是一绝。爱吃紫菜的人啊，千万不能拒绝这一口啊！鲜呀，真鲜！这个醋肉可以说在闽南整个地区啊，各种小吃里头，这个应该是最有名的，也是这当地老百姓吃的最多的。为啥呢？因为第一，你可以单点，就这么一份像个菜一样；还有呢，就大家日常，比如喝什么汤啊、什么面线糊啊，或者沙茶面啊、什么粉啊，都会加这个，这个像一个配菜一样，经常吃。这炸的，炸的金黄酥脆，外面这层很酥很脆，你看它这个地方炸的干干的，然后里头呢这个肉又很香，再加上这地瓜粉软软糯糯的，最主要就是它里头啊加了陈醋，就是吃起来有点微微的酸，但是不会特别的酸啊。这个一酸啊，它就解腻了，有点啥感觉啊？有点咱在这个街头啊吃这种小摊炸的这种，比如加了什么梅干粉的这些肉，或者是梅干地瓜条，就那种感觉，它解腻。本来油炸的东西容易腻，对吧？一加点陈醋就解腻了。为啥这里的人会吃醋肉呢？这也是一个传统美食啊，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没有冰箱，然后那个时候物质匮乏，这个盐呢就比较贵，然后醋呢就是相对来讲便宜一点，那大家就不愿意用盐来腌肉啊，就拿这个醋一腌，也能放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啊。没冰箱是没办法啊。然后呢，就一炸，炸完之后觉得，哎，就拿醋腌的这个肉啊也挺好吃的啊，后来就产生这个美食了。如果拿盐腌，这就不能叫醋肉了啊，叫盐煎肉，炸盐肉，炸酥肉。
说以前到1万啊，最好吃的菜还是风肉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家这个菜有一种啥感觉啊？就是这种就属于啊这个级别的啊，这个级别就是也比较好吃，算好吃的。然后这个呢就蹭一下就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家做这个风肉确实是不错。哎呀，来这筷子。啊，这个啥意思？哦，要把这个弄开。对。哦，全部弄烂是吧？哎，对。这个有的人喜欢吃。啊，肥一点的。它非常香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就跟吃那肉夹馍似的，要弄碎，弄碎就有那种油的感觉。会吸那个下面那个汤。啊，会吸下面的汤，明白了。这个瘦肉本身很柴，你一弄碎它就吸汤汁。瘦肉也不会柴。哦，就好吃。这个是入口即化。瘦肉也不会柴，入口即化。对。哎，您就是老板是吧？我就是做风肉。啊，做风肉。他就是光头老板。光头风肉，光头风肉就是。对对对。啊，老板亲自给介绍，一定要弄烂了吃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老板说的确实有道理。你把这个瘦肉弄碎以后啊，它一吸这个汤汁儿，它确实好吃。再来点肥油。光头风肉本光，本光头，这每一块肉都是人家亲自做的，啊，确实是不错。不过我觉得，给我来个白吉饼是吧？刚打出来的菊花心的这烧饼往上一夹，更好吃。我就把这块换出来啊，换这个你看是不是更有感觉了？哎呀，还是老板会吃啊！你看，还有肥油在里头。再把这个皮往上一盖，哎呀，这就不过了，这不活了。北京时间18点整。甘蔗汁，现榨的是吧？哦，现榨的好。甘蔗柠檬、甘蔗杨桃，还有百香果的，还有雪梨的啥的。咱要一个甘蔗杨桃，还有甘蔗百香果。然后在这榨，一根一根的。哦，你看这还有，哦，这蜜蜂，把这蜜蜂都引来了。昨天又被蜜蜂蛰了啊！还被蜜蜂蛰了。对。哎呦，这蜜蜂真蛰人呢，得小心点儿。老板娘这么一说，我就立马全副武装。哦，这是百香果，杨桃。这才是鲜榨的啊！2瓶颜色不一样。你看，这个是百香果的，底下还有籽儿，你给它摇一摇，哇，特别的漂亮。这是杨桃的，这杨桃都看不见了，榨成汁儿了。哎，它这个瓶子还直接就，我还以为它是拧上去的。哇，好喝好喝，怪不得他家这是一个老店，古早味啊，这一口下去，本来你光是甘蔗汁啊。就是已经很好喝了，人家还加了杨桃，混合的味道。哦，这有一种啥感觉？有一种啊，你到那个超市里头买那种混合果汁啊，就那种感觉。但是那个混合果汁呢，明显很酸，人家这个是纯天然的，就微微的那种酸味，酸酸甜甜，10块一杯，你说这不比喝奶茶强多了啊？这鲜榨的。哎呀，咱得省着点喝。为啥要省着点喝呢？我买这2瓶啊，是为了一会儿咱要去吃一个古早味的油炸小吃啊，这个是配油炸小吃的。晃一晃。
百香果，估计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更好。清香的百香果味儿。哇，这也好喝。这都有人买了好多大包的，就这碧香小吃。海蛎炸、五香条、3个汤，给我来3个海蛎饼，给我来5个吧，我看这不是很大，在这吃啊。还要剪一下，再来5个这个煮沙条。大家全部这边吃啊？都在这吃。哇，好香啊！刚炸出来的。这刚炸的。这个是不是有一层猪网油？是。这也叫五香，也叫豆沙卷。豆沙条。里头是什么？马蹄肉。马蹄里面的马蹄呀肉。还有洋葱是吧？没有洋葱。没有洋葱，就马蹄肉。我里面可以做。我再来一个这个洋参汤啊。坐这儿。这就是海蛎，新鲜的海蛎，然后有韭菜，然后是地瓜粉这样炸出来的。我的妈呀，要了亲命了！这也太好吃了。这个是弹弹的、软糯的，然后外面这个皮儿是脆的，里头海蛎肉又非常的滑嫩。它整体的口味是那种咸鲜口的，就跟咱北方做饺子一样，那种韭菜猪肉馅的饺子。不过人家是韭菜海蛎馅的饺子，就这个感觉。这可以说就是纯纯的饺子馅儿。好呀，好吃。这还搭配有甜辣酱，跟这个海蛎煎是一样的。这个也是精髓。我觉得不用果酱的好吃。这老板说当地还有个隐藏吃法，给我一个面。我说这面咋吃的？这是有什么酱啥的？他说没有，就拌这个海蛎饼。我说海蛎饼咋拌呢？这咋拌？这是不是要让它弄烂？其实我感觉你不用弄烂也可以啊，就这样一口下去就行了。它里头有肉。这一个拌让我产生了怀疑啊，这是咋拌的？这又不是肉酱。有懂行的本地小伙伴给教一下，是不是这么吃？来点主食，这样子像不像这有饺子皮了是吧？饺子馅儿终于有饺子皮了。哇，你还别说，还别有一番风味。再搭配一个汤，你看这黄黄的这小痰盂不是这小罐儿挺好看啊。哎呀，浓浓的这西洋参的味儿。煮沙卷儿或者是也叫五香吧啊，这个更棒。你看起来金金黄黄的，肯定香。为啥呢？它里头有这个猪网油，这圈儿猪网油。哇，这个肉感特别厚实啊，感觉。哎呀，从这个声音，再一次要了亲命了，真好吃。哇，
好吃到啥程度啊？就是刚炸出来的就这么多，我能来2盘子，真棒！这才叫古早味的特色小吃啊，这才叫美食。厦门的炸五香，它外边是一个豆皮儿，然后这个呢，人家是一个网油，然后网油外边又裹了这个面糊，又香又脆。这厦门的五香没有这么脆啊，因为它外边有这个面糊特别的脆。在同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是先有同安府，后有厦门城。其实，在以前的时候，这个厦门啊，它是属于同安县的啊。当然啊，现在同安是厦门的一个区。看我身后这里啊，是同安县衙旧址。这个同安县衙呢，始建于5代天成4年，就是公元929年啊，距今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看这石头上全是牙字儿。在县衙里头有一个像，这就是宋代的儒学大臣朱熹。那为啥这个县衙要给他立像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曾经在这做过官啊。朱熹是19岁，然后考上了进士。那20多岁的时候就来到同安这里啊，是首饰同安。就他第一次做官就在这儿，可以说啊，他对这个同安是影响非常的深远。这位同学答得非常好，奖励你先下课吧。不是应该请坐吗？我们是不会床上的，请坐。好，下一题，5加5等于几？谁来给回答？你来。对，请坐。地方下课了，再点是英语的。哎，老师，你的书是哪本呢？英语书，你们听着。在闽南地区有一个特色的小吃啊，就是薄饼啊，就是薄饼。有的地方叫春饼，有的地方叫润饼啊，很多地方都吃。但是据说这个发源地呢，就是在同安这里，所以来到这儿咱一定要尝一尝。身后一家店，阿兰薄饼。薄饼。还有这么多选择。一个综合，一个综合薄饼，一一个海苔综合，再来一个全菜3个，再来一个汤，那个肉蓉汤有吗？有啊，再来个肉蓉汤，在这吃。好，这个饼皮特别薄，是吧？对呀、这个是米做的还是面做的饼皮？面粉做的。哦，面粉做的。嗯，这就是全菜。这是全部菜的。这个饭是加了酱油，是不是？还是炒过以后的？有炒过的，因为油炒过的。是不是厦门叫油饭？厦门的咸饭。哦，咸饭。嗯。3个饼，1个汤，就简单的小吃啊。这个你看起来啊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开盲盒，跟手掌比一下，其实也不算大，但是啊里边的这个料很足。看看里头这个馅儿，关键是你看这个饼皮多么的薄。这个是咸饭，哇，里头你看各种各样的菜，胡萝卜、青菜、豆腐，应该还有香菇、肉丝儿这些东西。这个皮啊，你看看着薄，但是非常的有韧性。你看，哎，呵呵，哇，好吃！看以后有菜，这种口感就是这种非常过瘾的感觉，因为它皮儿特别薄，你一咬下去啊，里边全是馅儿。吃这个薄饼呢是当地一个传统啊，比如说2月2龙抬头的时候，3月3上巳节的时候，就是春天到来之际，然后吃这个。这讲究啥？就是咬一口春啊，一口下去咬一口春，因为这是春饼嘛，是吧？但是啊，现在是随便都能吃了，大街小巷有很多这个薄饼店，而且呢是逢年过节呢，家家户户呢去这个市场买这个做好的饼皮，然后回来自己准备菜，然后自己卷啊就可以吃。香。但是我吃这个带饭的，
那厦门住在岛内的这些朋友啊，就觉得哎，这很奇怪，那我们这儿就没有加饭的，在同安就是加饭的啊。那厦门岛内呢，它就是全菜。你看全菜的就这样，打开看一看，这皮都是一样的，哇，里头全都是满满的菜。到底哪一个才是老传统呢？哎，是加饭的是老传统啊，因为毕竟啊，据说同安啊是这个发源地。谁发明的呢？啊，在明代啊，同安有一个人叫蔡复一，他是个当官的啊，他的夫人发明的。怎么发明的？就因为这个蔡复一啊，他整日为官是废寝忘食啊，就拼命的办公，就老是不吃饭。然后他的夫人就很心疼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我能不能做一种美食啊？就是一边办公的时候一边就吃，就把这个菜卷到这个饼里头。但是呢，你想想，你光有这个菜，你肯定吃不饱，是不是？得加点饭进去。所以说，有菜有饭，这才叫一顿饭。所以这个饼也叫婆饼，就老婆的婆。但是这个婆啊，在闽南话里头有点像薄这个音，本身这个皮也很薄啊，又叫薄饼了。吃薄饼一定要配个汤。还有各种各样的汤，我要的这个是肉蓉汤，这也是当地的特色，里头有马蹄，干的配汤，吃了不慌。这一勺子下去，哇，这个大肉丸，你发现这人啊，特别爱吃马蹄，这马蹄就是脆的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同安啊有一个别称叫做银城，为什么叫银城呢？你看我身后有一个石壁，这个石壁上呢刻了一个图，这个图啊是清朝的时候同安的县境图啊，你从这个图上能看出来整个县城这个形状像一锭银子似的，所以呢因此得名叫银城啊。大家都知道叫银城啊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还有一个别称叫啥呢？叫同鱼城。为啥叫同鱼城呢？你看这就是同鱼池，这里头有几块石头。这个石头呢，在这个水里头若隐若现，而且上面有点这种黄黄的、这种黄铜的颜色啊，这就是铜鱼。这几个铜鱼还和朱熹有关系。朱熹当年来这里游玩，发现了这几块石头，觉得这几个石头就特别有特色啊，跟这个铜鱼似的啊。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叫“铜鱼水深，诸子成林”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到了科举的时候啊，如果这个铜鱼池的水非常的多、非常的满、很深啊，然后同安就要出进士。那他说完这句话以后，这儿啊就出了名了。那每年啊，到了科举的时候，到了考试的时候，那很多学子来这里都要拜一拜。来到同安，汤包一定要尝一尝。在同安大大小小有很多汤包店，这里还能吃到蟹黄大汤包。你看，里边还有停车场，院子内有汤包，这话写的，你不应该写院子内有停车场吗？你好，开车请到前台找免费车券。点完餐取号啊，往这一坐，你看我这个号还挺好的，100号。啊，他这没啥服务，你就等着号，人家一会儿叫，然后你自己端。啊，鲜肉汤包啊，12一笼；蟹黄大汤包48一个，听着贵啊，但是人家这个大。然后还有蟹黄拌面38一份啊，再来个笋汤啊，总共是108。先吃哪个？先吃这个面，这面一会儿就怕坨了。你看，上面是满满的蟹肉酱，这一搅有非常浓的这种蟹肉的味道。这个面也可以啊，这个蟹肉酱也可以，就这个碗不行，
太小了，你看这不好拌。每一根面条都要裹上蟹肉酱。这个味道的确还是可以的，特别的香，满满的这种蟹肉、蟹黄的味道。就这颜值啊，看起来不咋样，这颜色还是有点白。如果拌的金黄金黄的，就更诱人了。这一口这含金量这不低，这一口得5块，这小小的一碗38呢，好家伙！轻轻提，哎呦，就怕提烂了，轻轻提，慢慢移，先开窗。你看咱在这开封啊，吃灌汤包都学会这个秘诀了啊，这个口诀，先开窗，然后喝汤，开个窗。哎呦，这一开窗，这汤就出来了，一包汤汁全部流了出来。开窗以后啊，喝汤。哇，这个鲜。哎呀，这汤多了都不敢使劲舀，一舀往出飞溅这个汤汁。再尝这个重量产品，你看这个汤更多，暖这个感觉，这个怎么吃呢？你看给个吸管，这全国吃这个蟹黄汤包都是这样的吃法。先嘬一口这个蟹黄汤。一口下去啊，鲜掉眉毛，咸鲜可口。这样吃不过瘾啊，不够具象化啊，咱要给它撕开啊，看看里头。哎呦，太漂亮了！你看它这个皮啊，也特别的筋道。哇，你看这个蟹肉，哎呦，厉害！你看这蟹黄这么大颗。我说这么吃都有点可惜，这买上3个大馒头是吧？过来蘸着吃，这皮儿太薄了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味儿啊有多浓？这个皮儿啊很薄，你就光吃这个皮儿就很有味儿。所以要么说这买3个大馒头，我跟你说。这个酸笋汤来到同安是万能的搭配，你不管你吃啥小吃啊，每家店都有这个酸笋汤。哎呀，这个酸笋味儿过瘾啊，特别酸。